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的新剧评分还不错，导演幕后大揭秘，为何选赵丽颖出演？由赵丽颖、欧豪、李光洁领衔主演的时代群像闯剧《风吹半夏》正在爱奇艺、江苏卫视、浙江卫视播出。该剧改编自宁波作家阿奈的小说《不得往生》，讲述的是以许半夏为首的中小企业家们怀抱雄心壮志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奔流涌动，积极探索，不断创新的故事，也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小企业在时代浪潮中生存并寻求发展的现实。《风吹半夏》播出后得到一片好评，被夸剧情在线、剪辑在线、BGM 在线、全员演技在线，口碑持续发酵中。豆瓣开分8.4分。近日，两位导演傅东育和毛威接受了钱江晚报、小时新闻记者的采访，聊了聊关于《风吹半夏》幕后的那些事儿。第一人选就是赵丽颖。看完小说以后，导演傅东育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人选就是赵丽颖。我和她在理想照耀中国时有过短暂的合作，但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和认知。但我觉得她比较有劲儿，感觉挺合适的，再一聊就碰上了。欧豪和李光洁的形象也对上了剧里角色的形象，最后他们都来加盟，心垂所愿。而刘威、冯佳怡、柯蓝、任重、黄登登、宋茜这些角色的选择，傅东育考虑的第一是能够跟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匹配，同时他们在一起的组合能够有1+1大于2的化学反应。其他年轻一点的角色则是海选来的，大家都经历了试戏和商量，最后定了孙谦、王希，主要是他们集和角色有贴合度，而且又有极大的创作愿望。为了还原年代感，做了大量功课。傅东育说，某种程度上，这种半新不旧的年代感比较难塑造，因为故事发生在1996年至2002年间，离我们现在20年左右，不近不远的。但是那个年代的手机、汽车、手表、穿着打扮等等，其实跟我们又很遥远了，所以做了大量的功课，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还原，细致到一个收音机、办公室的一幅挂画都是要考虑的。毛威补充，单单是赵丽颖的造型就下了很大功夫。赵丽颖的服装我们大概准备了300多套，最后穿过的大概有180多套，在剧中最终展现出来的是120套左右。她这些服装都是我们经过精心的挑选和考量的，比如这段戏拍的是91年，她这个衣服穿的就是91年那个时期的衣服，很多都是从收藏家的手里边收过来的。因为聚焦钢铁行业，开拍前所有的导演组跟责编组也做了大量的功课，中国钢铁业的政策变化、钢铁产业的结构变化，包括一些数据，比如钢铁的产能、GDP 的产能、钢铁产业工人的数量、薪水，以及涉及到东北、江浙的区域性差异。地域感也很重要。傅东育读阿奈小说就是江浙的感觉，所以演员的表演上、形态上都尽量往南方走。主要拍摄地选在了浙东比较有代表性的宁波，还需要不断改造加工场景来配合角色生存环境的变化。后来去哈尔滨也搭了非常多的景，很多雪都化了，我们还得要重新去造雪。毛威回想起这段经历，很是感慨。当然，这些痛苦在今天来讲都不是事儿了，其实还是很幸福的。致敬过去，启发现在。接到这个项目后，傅东育一直很忐忑。阿奈的之前很多作品像《大江大河》都挺好的，影视化改编都非常成功，还有关于改革开放的有很多同类题材也很优秀。我当然希望做出向他们看齐的作品。有一次和爱奇艺的宫羽聊天中，找到了破题的关键。
1996年到2002年，许半夏从28岁开始，经历了6年的成长。这个跨度当中，中国经历了什么？浙江经历了什么？中国的钢铁经历了什么？每一个人物的命运又经历了什么？他才突然发现，大家在不同的行业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城市，面对是同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一个勇闯天下、敢想敢干、朝气蓬勃的年代。所以我们紧紧靠住了这个，它是一个成长的年代。傅东玉希望风吹半夏能够向那个年代致敬，同时对我们今天有所启发。每一个鲜活的人物的生命力、奋斗感和今天我们经常会谈到的内卷、躺平是一个鲜明的对比。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直截了当和坦白，和今天也有着一种对应。最后，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勇气、果敢、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在今天都需要我们复习。2. 赵丽颖风吹半夏掀起90复古穿搭，180套搭配，每套都值得借鉴。最近风吹半夏爆火，除了里面的剧情好看以外，按着当时的时代，正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复古穿搭，里面赵丽颖的搭配也成了人们的关注，每套都特别好看，值得借鉴。西装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已经有很多种版型设计。在90年代，一般都喜欢上宽下紧的方式去穿搭，比如一个小腰带的搭配，可以很好的显示身材。还有经典的格纹，格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。再加上红色，红色真的是复古的颜色，不是什么明亮的颜色，那种暗红色很提升气质。除了这种收腰的设计，像宽松的设计也是一定要有的，纯色的设计是首选，再加上一些内搭什么的，超级的立体有型。内搭的选择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，白色的衬衫和小马甲的点缀，经典的搭配，没有多余的装饰，反而很时髦。再加上牛仔裤什么的，大气极了。大衣篇就比较多种多样了，尤其是冬天，还是的棕色的色调。棕色无论是现在还是原来都很受青睐，因为它提亮肤色，没有很百搭，内搭什么都是可以的。又到了我所说的红色，红色这次也是玫红色，玫红色配上经典的大红色口红，这不一下子气质就上来了。再加上帽子的加持，整体的颜色没有很突兀，但是很亮眼。想要年轻一点的黄色的色调，大家可以选择一下。看这经典的纽扣设计，是不是之前还很流行？立体的口袋等，增加了不少的细节设计。像现在传统的大衣也是有的，依然是黑色的设计，显瘦又有气质。内搭一个黑色的点缀，整体很干练有型，上班穿就可以。牛仔是经典的元素之一，牛仔搭配就有很多种了。内搭一件显气色的衬衫，再加上牛仔褂和牛仔裤，跟我们现在的打扮没有太多的出入。喜欢减龄的穿搭可以这么搭，衬衫可以作为内搭去选择。内搭一件牛仔衬衫，再加上黑色的外套与墨镜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，这时候头发就起到了作用。头发一盘，姐就是女王。